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 CVO 所发出来的通知？这个就是说 CVO 它将会弃坑了。那之后960的走向究竟会变成怎样呢？我们也不知道。那他这个邮件就说到：大家好，这个东西有点难说，但是这一天还是到了，因为这个 KVK 是他最后一场 KVK 了。他在960的征途也是画上了句点，然后他从2018年10月开始，他比我晚了1个月我是2018年9月开始的，他就开始玩了万国觉醒。那个时候他跟他的太太在一起3年的时间了，那他们现在准备10周年的纪念，哇，这么久了，并且将迎接第二个宝宝恭喜恭喜，有第二个宝宝了，那也蛮快的他还早样才半岁吗？还是1岁而已啊？这么快就有第二个宝宝了。那这边就说到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每个人的心态都会改变。那 Zack 跟 Aleno 呢，他们也是忙着自己的新工作。那么 Mama 跟 Golf 还有 Pika 他们之后也是会进入人生的下一步，就是可能他们有其他的事情要做，又或者是结婚什么之类的。像这边就有说到 Pika 他是要毕业了，所以就比较忙一点。然后还有陈，他这边说的陈是哪一位我就不清楚了，他就有说到是健康的问题，所以也不会继续的再撑下去啊，他就会也是选择离开。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1、2、3、4、5、6个玩家呢是选择离开了960，就是他们忙于现实生活，而不是在游戏里面。因为各位也知道啊，在这个游戏里面，你们管理一个王国、一个联盟呢，就相当于你在一个大公司里面工作，所以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像他们一次性离开了这么多人还有包括 CVO， 那这边就会变成整个王国是没有人在管理的状态，还有很多不少的管理员他们也是离开了。这边还有说到，事实上有90%的人他们是已经没有账号了，但是他们会依旧回来帮忙打 KVK， 这里有说到，所以要对这些过去的玩家保持尊重的态度，并且他们做这些事情呢，不是因为这个游戏本身，而是因为爱，而是因为友情。现在有很多核心的领导层呢，他们没有办法再对声承诺了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维持现在的水平，因为真的要管理要做这些东西真的太难了，太花时间了。OK 已经陪伴他们太久了，这边说的应该是讲拿他们的时间太久了，然后久到他们最后要选择放手，要继续前进。很遗憾的，他们的管理团队要解散。那其实当一个王国的管理团队解散呢，就意味着这个王国有很大可能解散，所以960的篇章有可能到现在就已经结束了。因为我在960里面也是有战斗嘛，也是在待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所以我觉得也是有点乏力了。现在960的情况，我们经历每一场 KVK 地狱般的 KVK 战斗呢，都是让我们付出了很多代价，不只有自己的部队而已，他们也是失去了朋友、队友和领袖，曾经并肩作战的伙伴大多数都已经离开了。那他很怀念 Kendrick 其实就是亚老也就是 Governor 啦，独自一人推进3天的战斗实况，就是那时候他们好像是打2110啊，还是打307的时候，他也是很怀念包哥在 DC 的时候，当他累到没有力气，没有关到麦克风，在那边睡觉的打呼声。他也怀念他们不论战败或胜利都可以彻夜为彼此加油的美好时光。然而现在万国觉醒已经没有给他这样子的感觉了。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战报看到自己的击杀兑换率到底是多少，就有不少的玩家就会在乎说，我是不是拿到很好的击杀，是不是拿到很好的报告，就变成说大家现在只是在乎他的报告打出来怎么样而已，你们再也找不到那种不言而喻的联系还有信任了。就是以前960的战斗方式很纯粹的，就是大家一起冲一起打。那我近期一直在投诉说有拉扯的问题很严重，这个没有办法，因为随着环境的变化，大家也看报告了，看战损比了，所以他们会去讲究这东西是很正常的。但也就是像 CVO 所说的，你已经感觉不到当时候的那种纯粹了，已经变了。
那他觉得最是好的时刻呢，就是当时候输给1093，有不少人就因此作为理由说他们要离开了。他这边是不是在那边不爽豹哥，我不知道啦。那他是当中留下的人，就是多数人都已经选择离开了嘛，让豹哥的其他团队管理层之类等等，很多人都走掉了。在那个时候，他们并肩作战，并且在重建了960，帮助960再次崛起，比以往任何的时候还要强大。我个人是觉得没有更加强大啦，但是也是还可以，还不错，也是造就了万国觉醒史上2场记录最辉煌的一个记录。他这边所讲的应该就是上次我们跟2377战斗，还有这一次1093的战斗。那近期刚加入他们的一些玩家，他深感抱歉，因为没有办法在一起并肩中战了。他也希望他们有更加多的时间，就是一起战斗之类的。到目前为止，他几乎在游戏里跟所有的先锋王国都战斗过了，或者是说并肩作战就可能跟他们合作过之类的。对他来说，现在是已经没有任何的遗憾了，他也不需要再证明自己是什么了。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故事终结的篇章，那这边是说朝代啦，但是我觉得放时代会比较好一点。然后这个对他而言是一个最完美的篇章，他觉得打的胜利了，然后完成了几个荣耀的时刻，史诗级的 KVK， 这个对他来讲是已经很完美了。人们总是争论谁才是 GOAT 的意思你们可以理解为，就比方说打篮球嘛，有些人可能觉得Kobe Bryant 是 GOAT， 然后有些玩家可能觉得 James 才是 GOAT 的意思啦，就是对他们而言心目中哪一个才是最强大的存在。说实话，他不在乎他们怎么说，因为对他而言，如果你们要拼写 GOAT 的话是没有办法免去 GT 的，因为 GOAT 嘛，如果少了 G 跟 T 的话就变成 OA， 是坚韧，是勇气，是逆境中依然拒绝放弃。这个也算是960的精神就是不管怎样也好，不管这场仗有多难也好，我们都不会轻言放弃。感谢你们的一切，感谢这段旅程，感谢你们的回忆，那你们彼此的陪伴。然后这边就敬上 Cville， 大概是这样子了。所以960的未来会怎样呢？真的是不知道，因为哪个王国假设说没有管理层的话，你不管做什么东西都不行的。像之前豹哥离开的时候，其实有不少管理层都已经离开，所以才会看到为什么后期960有一些战斗都表现的不是很好，因为我们少了一些管理层，就比方说坚旗帜的人，所以只能说在 Cville 接手了之后，多数的工作呢都是由 Cville 自己去做的，所以就变成说他没有像以前那么活跃了，但私底下他还是有做自己要做的事情他也比较忙一点，并且我觉得大家也是要尊重他的决定因为他的公告里面有说到，因为他有第2个孩子了，要准备了，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会比较忙一点游戏终归还是游戏，那究竟谁才是960的新国王？那960未来会变成怎样呢？我们不知道。那暂时我们可以理解为960算是解散了，暂时解散，不完全解散，因为我们还是要等后续的发展看会怎么样。至于我会不会移民呢？这个也是要看之后怎么样吧。如果960真的没有人了，大家都离开了，没有管理层的话，那我可能会选择离开。那960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子至于各位对于960的情况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